就往那飞，山那边，海那边。我听见车流穿行都会，人群在路途有一几个来。天马上就要亮了，太阳啊每天都会升起，又是崭新的一天。又是崭新的一天。哎呦呵，啊！你着凉了吧？不是，肯定有人想我。这，哎，不是旭哥在骂我吧？他胆。走呀，回去吧。我冷。回去。这有点冷。哎，你等一下啊。我是世间微服的风，无惧洒脱，也是奔向云的炊烟，去寻找我的轮廓。或许平凡却真实的，我爱世界山海辽阔，人间烟火，也爱眼前欣赏的人，一起看日落，用黑色的眼睛装满彩色。这啥呀？给保洁员。哎呦！感谢老天爷。老板找我啊？哎，来，快坐，马上啊，马上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什么事儿？坐。当，请上演。4代学馆赛的代理授权书拿下。手拿把掐。不愧是你呀。哎呀。哎，你来干嘛呢？就是约周晓峰吃饭呀，一直约不出来。你看人家还这么够意思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要不你去申请一笔预算，把礼给他顶上。这个真不用啊，人家做这个手术也不是为了你这礼物。但是，哎呀，不管怎么说啊，人家也帮咱们做了不少生意，咱要是黑不提白不提的，是不是有点太不懂事儿了？他这个人呢，所有的出发点只有一个，就是为病人着想，只要对病人好就行。咱们只要靠产品好、技术好，就能跟他过上招，其他的就别想了。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，你那些乌烟瘴气的手段千万别使在他身上，要不然只能弄巧成拙，反而适得其反。行，都听你的啊。哦对，东丽心外科可不能厚此薄彼。这个盛年可不是个好伺候的主。我知道了，心里有数。盛主任，今天是您来东丽医院做的第100台不停跳搭桥手术，为了给您庆祝，我准备了蛋糕跟鲜花，让刘医生帮您翻办公室了。这有什么好庆祝的？业内有您这样成就的专家可不多啊，您可是同行学习的榜样。欧阳经理，不废了。这应该做的。你这一次和周主任下张一任，真是大出风头啊！嗨，我这不是帮各位主任跑跑腿、打打杂吗？有了这份战斗友谊，周主任以后在业务上还不得多多关照啊？也不至于要求临时换人，也用不着我刷脸替你求情了。
盛主任您对我的帮助，我一直记在心里，所以盛主任还有心外科的所有需求，我都是肯定放在第一位的。还有啊，欧洲心脏峰会，我们的一个厂家资助了一个主题单元，委托我们公司邀请一位行业大拿做演讲嘉宾，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时间跟兴趣？是国内品牌吗？对，所以想邀请一位国内的业内大拿去做一个分享。如果时间能排得开的话，可以考虑。但今年怎么那么早就发邀请了呀？一般肯定是没有这么早的，不过是自己的客户资助的嘛，我就一直想着这个事儿，天天都去问。就一个名额？降本增效嘛。老板，今年欧洲心脏峰会多给我几个名额呗。没问题啊，给你2个。就这一个名额还是我抢过来的，别的公司可能连1个名额都没有。新内那边不去吗？我先请着您这边，您这边肯定去了，我再想办法要一个。要是要不到的话，我也就没办法了。哎，全，我的心脏咋砰砰跳啊？你不跳就挂了。哎，你呸！好，呸！张小娥，哎，可以去签手术知情同意书了。啊，这马上就去。完了，就一个局麻小手术，别紧张。来，药给你冲好了，有点烫，等你回来喝。我先干了再去吧，我壮个胆。先去把同意书签了。真害怕呢。我去了啊。我刚才跟你说的都听清楚了吧？漂亮医生听清楚了，就是这个字有点多啊，越看越紧张。哎，不紧张，龙泉也说了，这就是一个局麻小手术，不紧张。龙泉是谁啊？龙泉就是啊，龙泉就是我屋的龙娇娇呀。哦，他上学的时候就叫龙泉，我们2个是同班同学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，还在这个病房里遇上了，变成了一个病房的病友。哎呀，时光荏苒呀。签证是吧？对。哎，你们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上学的时候啊，我长得比龙泉还漂亮，我身段还好。而且我是我们班的舞王来着，我带着他一起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全区的这个舞蹈比赛，还得了第3名呢，报纸上都是报道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当时跳的什么舞啊？傣族舞。行了，手术前别折腾，赶紧签回去。我这不是想着放松放松吗？哎，你说前置这个手又开始抖了。姐，你别紧张，相信我们。好啊。你看我们小杜医生人多好，每次看到你啊，我就在想，我们龙泉着什么急呢？有这么多好小伙子等着他。他怎么了？他分手了。分得好，分得妙，那个死狒狒。辛苦你把他送来，意识呼吸都没问题了，就是情绪不太好，非要我们把这人拉起来。听他们说，好像是被男朋友刺激了。哦，那谢谢孔主任，一会儿我送他回病房。好，麻烦你了，范医生。没事。娇娇，你还好吗？我送你回病房。你看到我犯病了吧？样子是不是很吓人？没有，我天天守在监护室，你想想我每天见到的情况，对于我们医生来说，病人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在咖啡厅有人拍吗？抱歉，我还真没注意。刚刚那个人是你男朋友？嗯。我住了这么久的院，他是第一次来看我。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4年了。他是唯一那个见过我犯病，还愿意和我在一起的那人。你别看他平时好像很凶很强啊，其实他内心很脆弱的。我了解他呀。哎，我们上学的时候，他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有一次啊，放学，张条娥，回去休息。是聊聊天，平复心情。这个办公室里数你最严肃，我自己去平复。娇娇，哎，方医生，我再给你做一次体格检查。哎，体格检查上次查过了，你们那个小叶医生给我查的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你腰穿的检查结果昨天才出全吗？病情有时候也是有动态变化的，所以我想再仔细查一下，也许会有新的发现。好吧。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什么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张条娥跟我说，你们俩小的时候一起学过舞蹈，还得过奖。我可是搜了好半天才找到这条新闻的。张条娥这个大嘴巴，但他没有说错啊，你一直都很漂亮，龙泉。来，躺下吧。如果哪不舒服跟我说啊。痛吗？不痛。你看，生病是你，漂亮也是你。无论是治病还是感情，勇敢做你自己就好。来，把腿弯起来，会使点劲儿啊。有不舒服吗？没有。你平时关节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吗？没有。那你之前有没有发现自己长皮疹或者是结节之类的？羊癫疯是脑子的病，能跟皮肤有什么关系啊？王医生，我知道你想帮我查出来，但是要不然算了吧。有些病轻的时候看不出来，重的时候自然症状就显现出来了。那可不行，等严重了就延误治疗啦。没事，交给我们。给你透透气吧。哎，就拉到那儿吧。啊，这样？啊，可以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脸过敏，一晒就红。你红的厉害吗？倒也不厉害，一般很快就退下去了。就是有一次在海边拍照，那次比较厉害，半个月才退。是什么样的红啊？不疼也不痒，就像晒伤妆似的，从鼻子到颧骨，像一只蝴蝶一样。你有照片吗？有。哎，这个。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冷啊？你躺在这儿还有点害怕呢。就一个小手术而已，那伤口
就跟指甲盖这么大。我就是胆子小嘛，当初申体令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光溜溜的躺在这就开始发抖。哎，手回去，这里有点痒，不准再伸出来了。刚给你铺好。哎呀，哎，我这么抖来抖去的，那个针不会插歪吧？哎，这个控制不错。你给我讲讲你女儿吧。我有2个女儿啊。大女儿，大女儿盼盼，我们盼盼呀可有出息了，哎，每年都能拿回好多奖状来呢。你说像我们这种父母，怎么能生出这么好的女儿呢？有时候啊，我看到你，我就在想，我女儿长大了，没准也能像漂亮医生这么有出息。她各科成绩都很好，老师们啊都可喜欢她了。哎，这次妈妈也算是给她做了个榜样。你说真没成想啊，一个病人还能有点用。周主任不是说了吗？我这个直播呀，你们都能学。漂亮医生，你好好看，好好学啊，以后啊，咱们也当大主任。行啊，就是我们大主任来给你做手术，周主任的技术很好的，我也会在这儿，待会儿还会给你打个麻药，这过程中不会那么疼啊。我早就看出来，漂亮医生，外表冷冰冰，内心热乎乎。张条哥，准备好了吗？一会儿就开始了。周主任，我可没化妆啊，别拍脸。不拍脸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么多机器盯着呢，肯定会给你好好做。我信你。造影验证我们的判断，术前的增强 CT 明确了病变的部位在左肺下叶，有4支非同静脉瘘。接下来我们会根据每一个病变的部位进行选择性造影。选择性造影很考验术者的判断力和操作精细度。就比如手指大小的肺段，除了要找到病变血管，同时还要注意它上下左右这些正常血管不受影响。导管要极其准确地送到病变部位，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残留。所谓投鼠忌器，就相当于是在一个房间里有很多名贵的瓷器，但这个时候出现了几只小老鼠，我们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把这些小老鼠全抓住，但是又不能损害任何一个瓷器。天哪，太难了！是啊，这也太难了吧！学吧，学无止境。血管塞到位，堵上。先不看屏幕，先听。现在氧合应该提升到85以上。
27了。哇，真的耶，太神奇了。有那么玄乎吗？您是怎么知道的？心率和氧合在不同水平时，监护仪的声音也会不一样。氧合高，声音会比较脆；氧合低，就会比较闷。在介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只要练手跟眼睛，还要练耳朵。监护仪会给你很多的信息，因为你手底下在操作的时候，眼睛是不能分出去一直看屏幕的。这个时候靠耳朵分辨就是非常重要。听多了就知道，监护仪的声音能给你很多信息，比如走播的声音是如何不均匀的，也是可以听出来的。王院长，我一直和学生强调这一点，可惜啊，新生代们很少真的当回事儿，这都成传统老手艺了。这下你不用担心失传了。事实证明，这么新的技术仍然用得上经典老手艺。是啊，难怪这么年轻能当大科主任啊，果然有实力傍身呢。释放完成。感觉怎么样？呼吸是不是顺畅很多？舒服，顺畅，就像胸口有个大沙袋被搬开了一样。我把最大的那根先给你堵上了，等其他都处理完，你会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谢谢啊，周主任。你嘴巴都变红润了。谢谢，漂亮医生。这人跟他一直走大路还不远，还没发现他有这样的压箱底啊，被他羞到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知道龙娇娇的病因了。Hello， 家人们，娇娇上线啦！哇，一上来就有这么多的宝宝在线，爱你们。是的，我还在医院呢。其实不该在医院直播，但是有些话我真的想要分享。对，也征得了医院的同意。是的，那就是癫痫发作。所以今天，我想告诉关心娇娇的家人们，我生病了。这个病它已经困扰我很久很久了，不仅是身体上的，更多是心理上的。谢谢。还有呢，我要感谢这里的医生们，是他们负责到底，一步一步细心的帮我排查，最后终于帮我找到了我反复癫痫的病因，还有心梗的源头。所以，龙娇娇的心梗和癫痫都是红斑狼疮引起的。对，因为他一开始的症状不典型，几个关键的指标要么是阴性，要么是弱阳性，隐匿性和误导性都很强，所以大家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想。厉害啊，方医生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不是你和欧阳都说了，很多指标都要反复查，所以我就又给他做了一次体格检查，发现他的脸一晒就红，而且对比了之前的几次结果，就有了答案。那他现在什么反应？出乎意料的平静。不会吧？他这个问题是要用激素药的。他那么爱漂亮，你有说清楚吗？我当然说清楚了，而且现在都是激素加免疫抑制剂的联合治疗，只要剂量控制得好，严格遵医嘱，发胖也不是必然的。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心病移除了，对他来说，身体上的任何问题都没那么可怕了。你们看到了，我发病的样子很丑，很吓人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们的原因。但是
我的朋友张挑娥她告诉我说，发病不是我的错，如果有人因为这个不喜欢我，那我同样拥有不喜欢他们的权利。还有一位方医生，一位非常可爱的方医生，他告诉我，勇敢地做自己就好。所以，我现在真的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。刚才我说的那个朋友张挑娥，她是我的中学同学。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又在医院里相遇了。但是一开始，她害怕的竟然不是她的病，而是她没有生儿子。是的，我老家也是农村的，所以我从小就看到过，也听到过，有很多很多像张挑娥这样的妇女，她们没有宅基地就没有住房，没有承包地就没有谋生的活路，这个叫做从夫居。不知道宝宝们听过这个词没有？我现在一想起张挑娥，就想起这个词，无以为生，无处可去，她们就只能跟着丈夫家生活。不生儿子变成了他们的罪过。如果碰到了一个不靠谱的家暴男，他们就只能忍气吞声，逆来顺受。我想让相关部门能够看到，所有的张挑娥们都应该拥有土地，他们应该有尊严、有底气地活着。方医生，你看，哎，我这个嘴以前呀，就像是放了2、3天的那个紫薯，哎，你再看现在，哎，像不像那个7、8月刚摘的水蜜桃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我都认不得我自己了。这个礼物好，好，还有这个。很多人就只能跟着丈夫家生活，不生儿子变成了他们的罪过。我想告诉张挑娥，不要因为你没有生儿子就觉得低人一等。说你该有的权利不该被践踏，不该被忽视。所有的张挑娥们，她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土地，她们应该有尊严、有底气地活着。张挑娥，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，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。我会一直在的，加油！你好好直播，你陪我干什么？来，给你点餐。舒服。主任，我可以坐这儿吗？可以啊。平时都吃这么快吗？我有点饿。我看张挑娥转普通病房了。我刚才去病房看她了，都安顿好了，恢复的也还不错。他好像挺喜欢你的。有吗？好像都差不多吧。感谢听多了，习惯了。没有。
当医生，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很多感谢，虽然有些付出未必能得到，甚至可能被误解。其实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，总是一个人，独来独往，在食堂吃饭都要选角落的位置，不想跟其他人有多余的交流。那时候我也是，一心只想着自己变得更优秀，但其实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内心有个黑洞。黑洞。也因为小时候的一些经历，一直都很封闭。也就前几年吧，才算真的放下那份执念。您是怎么做到的？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办法，但只有当你真的下定决心，勇敢地打开自己，阳光才能洒进来，你也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别人对你的温暖。谢谢，漂亮医生。头发这样，挺亲和的。刚才我在走廊看见张朝娥了，我的天，容光焕发，那就跟换了个人似的。你是真没怎么见过世面呀！那很多介入手术不都这样吗？患者在台上立刻就感觉不一样了，不疼了，不缺氧了，呼吸也顺畅了，这就是我们在导管室最大的成就感。他就是太能忍了，早来干预，很难想象这么长时间得遭多少罪。那你就别穿这身衣服，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。干什么？那天我情绪有点激动，现在想想您说的对，我应该有保护病人的意识。然后呢？其实，大部分病人是很包容，也很懂感恩的，哪怕我只是多做了一点点，或者多说了一句关心的话，对他们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。我想，我确实可以做得更好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想继续跟您的门诊和手术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行。刘栋，哎，他跟着你呗。主任。干什么？周主任说，如果您不答应我，就把这个给您。带听诊器了吗？带了。查房去。
谢谢主任。哎，主任，那我也跟着一块。东哥，坐，听话。凭什么呀？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？哎，走吧，别走，咱们好好说，好好说呀。不想生了，咱们不是都有盼盼、有婷婷了，有2个小棉袄了，很好了，咱们不生儿子了。谁教你的？谁教你这么说的呀？啊，我付了那么高的手术费，你跟我说不生了？你给我做手术，就是为了让我给你生儿子，是吧？我是死是活跟你没关系，是吧？哎呦，我真没想到，病给你治好了，怎么给你倒成这样了呀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你要想离婚，就直说。离就离，一吵架你就提离婚，离吧。想生儿子，你找别人给你生去。哎，你怎么还动手啊？你这个人，动这下试试。你谁呀？你起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给我滚开！你跑！这是医院，干什么？没事。你再动手我叫保安了。疯了他！张条娥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了？你行，你行！看什么看？你们俩没事吧？给你纸。我这半辈子太窝囊了，一直也不把我当人看。离就离呗。刚才孙干部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？地也给你，赔付款也给你，本来咱们就应该享有同样的地权。你自己有手有脚的，你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啊。你带着婷婷、盼盼，你们3个人一样可以活得很好。我这俩女儿可不能像妈妈似的。哎呀，你没完没了了！上学的时候那股劲儿哪儿去了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收拾东西了。就离。全。谢谢你哦。想明白了？本来就是嘛。你看你现在整个人漂亮多了，跟他干嘛？以后啊，咱就为自己活。你也是啊。你这是要转去那个风湿免疫科？对。这回确诊了，咱就好好治啊。就我听说那个药吃了让人发胖啊，对你那个工作有啥影响不？没关系，方医生说了，如果现在控制的话也不绝对。其实就算胖一点也没关系啊，弄不好还能挤到一个别的赛道去。啥赛道？我都想好了，健康饮食、运动减重赛道，我依然可以的。就看你那个样子，那个公司你别回去了。还有那个旭哥，这就不是什么好鸟。我肯定不回去了。接下来就是起诉、解约、要钱。那只狒狒可以骗我的感情，但是不能骗走我半分钱。好好收拾他。你收拾他时候，你告诉我一声，我跟你一起收拾他这个死狒狒。
完了，原来我觉得他长得还行，一接受了你的设定，我怎么不敢直视他的脸？我现在真的满脑都是泪。你看是吧？他就是像啊！哎，我之前跟你说你还不信，笑吧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我送你的。送我啥呀？这我不要。为什么啊？这可贵了，你送我这干啥？拿收下吧。你听我讲，你嫌你有钱？我是有钱。你送我这干啥？这个啊，你以后录直播、拍视频都可以用。是你送我这个，我还直插播，我还好意思直播？警察叔把那骗子给逮到了，那也不知道我那钱能要回来多少。哎呀，我觉得啊，一夜暴富的梦你就别做了，但是直播真的是可以做的。哎，你送我这么贵个礼物，我也没给你准备啥。你有啥？龙泉啊！打上龙泉给我看看呀！住手！3个欺负1个，算什么好汉？你谁啊？张条鹅。多少次抉择，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。当初的执着，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。我回来看看世界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？你在哪儿，我就知道风雨只是经过。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虚弱，一双双手缝合在破碎的星河。那数过的伤口，触摸过的黑暗，还是我们哭过，其实就要微笑着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。逆光划破黑夜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。最怕的不是路太远，是忘了为何活。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，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，用全力去拼搏，才听懂那脉搏。来是我们颠簸，去是命运都开阔。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，也不然成垢。世界再多路口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。新的故事要说。